Yo, welcome. OK， 歡迎回來我們這個1970年 Gibson Les Paul Custom 的系列影片。沒有意外，這是第2章。好，這個第2章呢，我們眼前這一支是我們的74 Gibson Les Paul Custom Cherry Burst。這個顏色，還有我們79那一支 White Red 色，其實都是70年代才開始的。這裡面還包含了大家很喜歡的白色。所以你不會看到 Gibson 在57身上出現白色這個顏色，因為它不是那個時候有的，它是70年代之後才加入了白色。那我們上一章有聊到70年代的 Gibson 成本變很高，然後它的運費變得很高，然後它整體的銷售被日本那些很強勢的品牌壓着。那其實 Gibson 也不是單純這麼簡單的一個因素，突然間做了很大的变革。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1969年 Gibson 它被原本的母公司叫做 Chicago Musical Instrument 吧 CMI 賣掉，賣給一個厄瓜多爾的企業。然後老實講，就是這個企業我不知道全名，我只知道後來大家都叫它 Norlin Norlin Era 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也是很多 Gibson 老琴玩家說的 Gibson 黑暗期。對，這就有點像是我會說 Fender 的黑暗期是1975、76、77、78、79年一樣的道理，就是很多人說 Norlin Era Gibson 不好，其實就是我們剛剛上一章講的內容所引發的一系列。那其實呢，這個 Norlin 它也是衰小啦，就是它整個時間點在這，所以它必須要讓 Gibson 很快速的盈利。我們在 Midtown 那邊講過，就是 Gibson 那時候握了一大堆品牌，然後並沒有想着趕快把它們整合起來賺錢，甚至收了一堆賺不了錢的品牌嘛。那這個 Norlin 其實它是很精明的一個企業，它很快的掌握到 Gibson 在當時60年代末期遇到的困境，然後很迅速的去做了一系列的應對跟 cost down。我必須要講 cost down 啊，因為用現在的角度來看，那個不是 cost down。什麼叫 cost down？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東西。有看到這條線嗎？這個我們在 recording 那一部影片裡面有提到，這個叫做 pancake， 我們一般也叫鬆餅啊，雖然跟 waffle 那個鬆餅的意思不太一樣，對，但是就是一樣的東西，它是疊上去的2塊木頭。那同樣的，這個 neck 它用多拼式的 mahogany， 其實也是為了 cost down。然後呢，前面幾年，那不10年前這一個年份的 Gibson 其實價格都不算高，但這2-3年看起來價格都狂噴。那首先帶頭噴的一定會是1974年，因為 Randy Rhoads 的關係，這個要再講一遍 Randy。好，那我們現在手上的這一支又更特別一點，它這邊有一個20周年的標，可以看到在第15格的地方，這個20周年的標還蠻有趣的，就是說很多74年是沒有那個 logo 的，然後理論上你應該是1974年慶祝 Les Paul 20周年，但是市場上會出現1975年的 Les Paul Custom 身上帶着20周年的標。所以這件事情一直都是一個非常能體現 Norlin Era 那個年代的風味。那也是跟你們分享啦，因為 Norlin Era 這個時期很多產品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也很好玩。我們今天這一把呢，一樣就是我會先邊拆邊收集一些有趣的東西，然後我也邊拍照，然後最後再總結跟你們講，這支琴有什麼值得多看看的地方？我們一樣要先來驗它。那我就先，跟79差最多的大概就是這個 Saddle Bar， 它是 ABR1， 而且是很經典的那一款，上面有專利號的。這一支很好玩，就是這一支的後段拾音器的框的螺絲全部被改成了1字。对，就是那個時候琴主送來的時候，我有想要先幫他看一下螺絲的狀況，結果發現全部都變成了1字。
也好啦。那我基本上我會把它換掉，因為真的蠻危險的一顆。然後裡面其實沒有什麼鏽，但是外面已經沒有那個施力的地方了，這一點真的是很恐怖。对，我推一下暴龙鉗。面對這種案子，你小心用的話還蠻好用的。像這種狀態，我就不能用暴龍，因為暴龍必須要讓那個螺絲的頭有出來一點，你才有辦法讓夾。你如果這樣子硬夾，那個劈告環會有刮痕，就非常不對。所以，真的是很想哭。我成功讓它轉了一圈了。那個市場上有一個東西叫做滑牙神器，好，其實滑牙神器蠻好用的，但是不管是哪一款拾音器框的螺絲，對它而言都太細了，所以不能用啊。我們還有一顆大魔王，這一顆我突然懂為什麼這一顆沒有被改成一字了，因為它埋得很深，然後沒有辦法讓它刻出一字。然後我現在幹的事情是我拿這個很尖的一字，這個 Wiha 的。然後剛剛硬把它的十字有沒有裱出一個小小的一個一的勾，然後意外的能讓我施力。哦，這顆反而是最輕鬆的，太好了。靠腰哦，兩把琴後段的槽挖法完全不一樣。這個我到時候再補圖。哇塞，線材不一樣，這個不意外。對，這個剛剛忘記講了，就是75年還有一個差別，75年之後呢，它改成了我們後來比較熟知的，它會有一條4星的膠皮線從 Switch 過去，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一般常見的 Les Paul 那樣子。然後它這個時候它還都是屏蔽線，全部集中在這邊，然後。這個挖槽的方式兩隻完全不一樣，這一點是我比較沒有想到的。帥哦！然後拾音器一樣是 T-Top， 這個沒問題。然後它的拾音器框一定換過，它曾經鑽過2個螺絲孔，全部都2個。然後拾音器螺絲是原本的，彈簧也是原本的，對，已經軟掉了，還長粉。然後護板是原本的，我們先把它拆下來，方便後面記錄。可以看到這個架子就 Gibson 原本的，可以看到原本的 Cherry Burst， 它這個缺有多缺，有沒有？所以它反而上半身的這個紅，它褪得很誇張，下面就比較沒有這麼兇，代表它可能擺的時候上半部可能有很常照到日光，然後下半身就比較沒有。所以上下褪的狀況就不一樣了。前段的螺絲應該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對，還不錯。Very good。好，我這時候會突然很期待它打開會不會是風景不一樣？哇，拉不起來，靠腰。然後一樣 T-Top， 然後沒有寫日期。哦，這個挖的又長得不一樣了呢，哇塞，這是79的挖法。拜託看一下這個好不好？這種乾乾淨淨的感覺不好嗎？對，然後是短舌頭的，其實基本上大概是這個樣子。它拾音器的挖槽有沒有跟拾音器幾乎密合？所以剛剛拔不起來的原因是它左右兩邊都粘在琴分上面，超屌的。然後就是每一次拆這種琴，我都會很開心，會有點嗨。有沒有？這個跟剛剛 79就很不一樣嘛，這個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經典 Gibson 的電路的走法，然後可以看得出來它的料全部都是原本的哦，全部都是1970年的，而且都第28週。然後琴橋接地是這條很細的線，這條鐵絲有沒有？這個琴橋接地，所以剛剛79的那個換掉，我覺得也好。對，然後線全部都是這種屏蔽，電容也是原本的。至於這個電容為什麼我會說是原本的呢？因為很多人心目中不是想說啊 ，Gibson 老的一定要什麼大黃蜂啊、黑美人啊，沒有。其實，在73、74年之後，他們就換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像這邊是這一顆
然後也有這個的版本。對，這個也是哇，這個很像我們這一支對，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到，這個電路跟幾乎是一致的啦，就是這個電路超級原版的，沒錯吧？也是一樣一大坨東西在這邊，然後一樣有條細細的行橋貼地線，然後它的那個熱縮套一定要這種粗黃色的，所以基本上這一支的電路可以確定是原本的，沒什麼問題。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Switch 槽就沒有剛剛那個屏蔽的框。好，翻了一下，這邊有一支1973年的 Custom 54，然後它的 Switch 是這種很典型的 Gibson 式的兩個外八，所以這一支凹成這樣子，應該不是原本的，這應該是有換過啊。不過其實換不換沒有差啦，因為主要是它的功能要正常啦。然後1968年 Les Paul Custom 歸來，因為中間變 FG 嘛，那它歸來之後，其實差不多到1976、77年都是用這個 knob。对，所以你只要看到不是這個 knob 的，大概都是換過的。那基本上就是以70年代做一個分水嶺，然後76、77又換成了所謂的60 style， 然後78、79就換成了我們在79裡面看到那顆 face knob， 就是大顆的。對，這個是一個蠻有趣的細節變革。整個用外觀來看的話，它跟79差最多的就是這個 ABR1， 其實除此之外就是 knob 了，所以整體來說，你很難靠一塊實體去完全驗證，就是這是哪一個年份的，因為長得真的都很像，包含了這個很平面的 body 的設計也是。好，然後因為要驗要拍照是我的事情，我打算在這邊就先讓大家仔細的再看看這把琴。可以看到它的 body 其實就是我前面在79的時候講的，它就是一個比較平面一點的body， 然後是3片式的 maple top， 對，我們的79是4片，硬要這邊多一片。那 knob 呢，就是經典的68年 Les Paul Custom 復活之後配的，這前面有講到。然後這款 knob 呢，在76年的時候又換回了60年代的 knob， 然後到了77、78年就改成了比較大顆的 face knob， 就是我們79身上那一顆。然後這把是有 refractor 過的，所以它這個 nib 已經不見了，然後邊緣也有修圓。然後可以看到20週年，那琴頭的部分就跟79幾乎一樣，就是很有那個年代的 Dateless 那個風味的 logo。對，這個你不講，很多人都會以為這個是假的，拜托不要這樣，質感差很多。Tuner 的部分是當年這個60年代的所謂的鬆餅式的，那到了75年之後就改掉了。它這邊有一圈啦，那我看了一下，應該是這邊曾經有噴過什麼東西，然後它把它遮蓋起來，對，蠻可惜的。好，然後那顆是3片式的 Mahogany 3片，但琴頭也是3片，沒有像我們的79是5片，對，它這個是3片的。那 Body 這邊曾經貼過貼紙，所以會這樣子。但整體還是非常的漂亮，很70年代。然後電路室的部分一樣，有看到嗎？這個跟我們的79幾乎是有一樣的那個這個邊緣，對，這個還蠻不錯的，很特別。嘿，然後整體來講呢，最有特色的一定是這個 pancake。這種2片加起來的概念，這真的是很好笑啦，就是真的很符合那個年代的設計。對，然後這個不知道原本是不是金屬的，因為這個有點太新了，新到我有點懷疑它是不是後來換過。我們的79這一塊是金屬的，那我懷疑這個可能應該也要金屬的吧。好，那整體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我們來看一下 Neck 的規格。那基本上79的規格我已經忘了，這中間已經過了4個小時，蠻意外的。第一格的寬度不到43，雖然整體感覺沒有差很多啦。好，然後第12格是 52.62， 好像有比較寬哦，我記得這個蠻意外的，就是79是第一格比較寬一點點，可是到了12格就沒有到52，好像就是51點多。好，第一格的厚度有符合我的感想，20.5，
第12格是24.62，然後再加上我之前有一支72年的 ES330，那一支很特別，那一支的內殼寬度只有40整。然後整個內殼也跟這一支很像，又薄又細，然後還窄。我之前一直跟人家講說 ，Gibson 不是只有粗的厚的內殼，它意外的又佐證了我之前講的事情。那我們來踩一下它的造型，可以看到啊是這種，扁扁的，可以看到這邊不是一個很完整的圓弧。我們再測一遍，確保一下沒有任何誤差。對，沒錯，它確實是扁的。所以兩支其實都是這個路線，這也是蠻符合70年代的一個特色啦。好啦，這兩部影片是關於70年代 Gibson Les Paul Custom 的歷史、規格跟拆解，那就希望你們看得喜歡啦。那如果看得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給你們朋友，然後有可以按什麼熱播還是什麼東西熱推，請幫我點一下。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如果有什麼想看的話，也歡迎留言跟我討論，搞不好有機會出來吧。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拜拜。